总共呢是有2件物品，一个是头盔，一个是 SS 的中医配件。我先把这个 SS 这个头盔去开了。这个头盔呢，就是挖到以后呢，没有去洗。这顶头盔呢是一半的，但是它是一个 FS 的头盔。FS 头盔呢，它这右边呢本身是应该有这个闪电的，但是这右半拉呢已经烂了，它只剩下了这个左半拉。左半拉呢有这个纳粹党这个贴花，这个贴花呢是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，而且呢，你虽然这壳子呢就是烂成这样了，但是呢，它有这个良好的一个皮衬保存了下来。这个头盔呢，一看呢就是比较大，它的壳子呢还是不错的，整体呢就是还是比较坚硬，它并不是拿在手里面呢。都跟那个碎渣子似的，一拿在手里掉渣子，如果掉渣子这个东西呢，肯定就是这个遗物头盔呢肯定不好一些。像这上面呢，这几乎都是这个土嘛，几乎都不是说这种锈渣子。而且这个贴花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它这个党盾的贴花呢，下面呢是，这个下面还覆盖了一层那个国防军的这老鹰的贴花。所以曾经的这个头盔呢，首先呢是这个国防军这个士兵用过，等到了国防军士兵，甭管是这个头盔是回忆了还是怎么样的 ，FS 的党卫队的这个士兵呢，他又用了，他用了呢，肯定把这贴花呢又重新覆盖了，甭管是工厂回忆啊，还是说当年的2次的这个贴花呢，都是有可能的。这个贴花呢是在这个俄罗斯的东线啊，那个大诺夫哥罗德的这个旧鲁萨地区发现的。旧鲁萨呢，按照音译呢就是旧鲁萨，就是它这个是旧鲁萨的意思。按照这个真正的实际的意义呢，就是这个旧的俄罗斯，旧的俄罗斯的意义。因为他们这个这斯拉夫民族嘛，在这个有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以后呢，就是这个。诺夫哥罗德呢，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，也是一个这个斯拉夫这个一个文明的起源。这纳粹的时候呢，在攻占东线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这边活动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德米扬斯克包围战，都属于这个诺夫哥罗德这个州的境内。所以呢，这个头盔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个刀条，还有这认定的证书。这个认定的证书呢，俄罗斯的文化部就是正规的部门，可不是说什么收藏家协会啊什么的。因为如果你带着这个匕首这配件，因为第一是纳粹的，第二呢，它也是这个属于冷兵器范围，你有它呢，你可以坐飞机。是刀条，这个是 SS 的这刀条，这看着还比较亮。下一个包裹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护手什么的。刀鞘，还有这个护手。SS 呢，就是说你这个没拥有它的时候呢，你看着它其实是一个感觉，哎呀，它非常大，其实它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。这是它的护手，是没有问题。它的那个尾手。我们在买 SS 这个刃具的时候呢，因为首先呢要拿在手里面要看这个刀条。这个刀条呢，因为它这是无论是这个 SA 的冲锋队的还是 SS 的，它这个字体呢，就是说 SS 的，它写的这个字呢是这个德语的哥特体呢是吾之荣耀即忠诚。那个 SA 的冲锋队的呢，它是一切为了德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首先一个基本知识就是说 SS 的这个匕首上面是打的这个什么字。那个呢 ，SA 冲锋队是打什么字？如果你这个都分不清的话，一看到这哥特体呢，你又懵。我建议呢，你也不要去买了呢也容易被骗。这哥特体呢，尤其是这个它这个字体，因为这吾之荣耀即忠诚，它这里边这个义多一点。如果因为它的这个字呢是用这个酸溶的去做的商标，还包括它这个商标，包括这什么的，它这个用酸溶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它这个义。它这义呢，有的时候融的不好呢，没准是它拐弯啊、拐角这块呢，去假货呢做的不是那么好。还有这个字体啊，没准有的做大了或者做歪了，什么都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字母它有的时候明明呢这里是有这个横杠的，它假货呢就是没有横杠。这里凸起的呢，如果凸的跟三角形的有棱有角的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原始的呢，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棱呢，它的这个弧度呢，它并不是说那么尖，那么直角直上直下，它是那弧度都非常大。我们再看里边这个把，里边这把呢，它一般的原始呢都会有这个铸造这个接口，
它的两边这侧和这侧都是有这个铸造接口的。有的时候假货呢，它就是因为现代工艺呢，它几乎就没有什么铸造接口。它一般的时候要有，它这有的好的这个镀铬件呢，它是镀铬呢就会有的，你这个呢镀铬就比较脱落了，因为它也是老要动的嘛，或者也是经常拆过很多次了。这个商标呢就是这个罗伯特克拉斯索林根的，它这个标志呢就是这个两只这个天鹅亲嘴儿。这把刀呢是1933年制造的出来的，1933年呢就是 RZM 国家物资管理局呢，就是纳粹没上台呢还没有，所以呢它这上面没有它的这个合同号，没有 RZM 的这大标。等到了1934年呢，它就有这个罗伯特克拉斯呢，它的这个合同号呢就是这个37，就是你看到 M7-37呢，就是这个罗伯特克拉斯的这个合同号。因为到了34年以后呢，他做这个 SSB 手的时候，给了一些做刃具的时候，他就打标呢，就打 RZM 了。有的时候打 RZM M7-37，这就是它的这个厂标。M7呢是代表这个在这个 RZM 物资管理局呢代表匕首啊、刃具啊这些的这个它的一个代号。37呢就是这个罗伯特克拉斯的这个工厂的它的一个代号。有的时候呢，它就直接写一个这个 RZM M7-37，有的时候呢RZM 原标 M7-37下面呢还会写一个 RZM 1051斜杠39年、38年或者40年，还有一个 SS 产地标。有的时候他写合同号，有的时候他不写合同号。像这种呢，早期呢3-4年以前呢，他就直接是两个天鹅亲嘴的一个 logo， 这里是罗伯特克拉斯，然后呢一个索林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这点，因为它还有很多厂子去做嘛，有的时候就是 M7-17的时候，有时候它那个合同号也会写上这个 RZM 1051杠这个38年、49年，或者这个38年、39年，或者40年。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别的工厂它是它的任务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是归这个让这个罗伯特克拉斯的这个工厂去做了，但是你谁做的，你就会要写谁的合同号。所以说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我们看完刀条没问题呢，我们就要看它的这个两个护手，一个前后的。前后的这个护手呢，在原始的情况下呢，它肯定是这个标准的，它肯定是做的都是比较好的，它的重量啊，它的手感呀都是比较好的。有的时候假的呢，它的里边呢就是比较糙的，它的假货呢就是里边比较糙，它这里的这个欧痕呀什么的都不是非常好，都比较浅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看到假货呢，它有的时候铸造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在这些这个背面啊，或者不容易被看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这里都出窟窿了。所以说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原始的东西呢，它国家生产的东西，它无论是你看得到、看不到的东西，犄角旮旯的地方呢，它肯定做的都比较细致，包括更何况是德国人去做。如果是假的呢，他就更在意去表面的东西，包括一些帽徽啊、奖章啊，对吧？你看到它的正面的时候呢，就非常好。等到它的背面呢，它就完全几乎就不怎么处理了，非常的粗糙。你看这种呢，就是说它该打标打标，对吧？该打标打标，而且呢，它这个里侧的这个磨砂面它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细腻。它假货呢就非常的粗糙，有的时候直接就铸上了。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木棒，木棒呢就是这个 FS 呢，它就是使用原始的乌木去做的，乌木做的，它并不是说这个木头去染的颜色，它原始的就是这乌木，乌木的它的味道。如果你闻到过的话，因为它这个乌木是比较贵的，它不像说那种染色的，如果你闻一下那种染色的呢，它就会有一种染料味啊。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这个验证的时候，给它拆开的时候一定要去验证，包括它的这个圆口、开口，这都是有一定规矩的。有的时候假货呢，它的这个木棒呢，它有的时候这个没有这棱角啊，并不是说那么分明，非常的圆润。有的时候我还有用过塑料做的，用的普通做的，它做的不是说那么圆润，它该有棱有角，没有棱，该有棱有角的时候，它这里是做的非常圆润。你像这刀条呢，它本身它不需要有棱有角，这里的弧度有一定弧度就行了，它没准就做有棱有角。我们从照片上有的时候呢，其实都是很难分别的。木棒上面的这个白铜老鹰呢，上面都是有这个锈了。老鹰的它的这个清晰度啊什么的，一般假货呢，它的清晰度啊，还有它的这个羽毛啊、这个头啊、眼睛啊，并不能真实的表现出来，做的都非常的僵硬。所以说呢，几乎你有一定的审美观，有一定的鉴赏能力，几乎就是可以去鉴别的。这 SS 的标呢，
这个闪电标呢，它有的这个罗伯特 Class 的这工厂呢，它是有2个标的，一种呢是这种的，它这有你看大家可以看屏幕这点有点歪，这点歪呢，没准说它这个应用的时候没准有点歪，它没准不正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它有的时候这闪电标呢是和这个圆圈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有的时候呢它这是比较胖的，它是有2种类型的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它这是上边呢是这个珐琅的，黑色的是珐琅去铸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就要看这个刀鞘了。这个刀鞘呢，这里只要是这个金属件的，一般都是白铜制作的，你看这里都有这个绿锈了。它这个挂扣这里呢，如果是假的呢，它这里处理的焊接肯定是没有说像这种原始那么细腻。这种呢，原始呢，它这焊接这里呢就是非常的细腻，而且它这个圆圈呢非常的圆，你一看呢就非常的正式。那种假的呢，它有的时候就是说比较凸糙一些，这个圆呢并不是那么圆，没准该凸的凸，弄得非常的凸，要么就是非常细，要么它并不是那么圆，而且呢它表面呢也是非常粗糙的。这里的这个底部这里，它这把刀是有伤了，已经有伤了，因为它是空心的嘛，就很容易受伤。包括它的这个螺丝，螺丝呢一定是凸起来的，跟蘑菇头似的，蘑菇头的原貌上边是一字的开口的。如果说你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什么扁平的呀，什么比较亮的呀什么的，要么就是换过了，要么就是这个刀的本体就是假的。也许说刀的本体是真的，他没准这个东西丢了，他换一个，这东西都是一些细节的东西，都是需要你去发现的。如果你发现这个钉子没准是本体是原始的，它这钉子没准换过，但是价钱这块呢，它肯定要便宜很多了。这边左右2个螺丝，这边左右2个螺丝。这里的刀把，这里这护手这里呢，有的时候是打着标的，有的时候刻着这个党卫队的他们那个编号。如果有那个编号呢，你就可以查他们档案。如果有了档案了，能查到那个就非常贵了。这就是这把 FS 的这个安装好了一个成品。当你要去看它买它的时候，你肯定是第一眼你肯定看到它已经装好了的，装好了你肯定要上手的。如果这个正常的一把刀呢，差不多就是说净重的差不多在900克左右。你第一眼你拿开它，你肯定要上手，对吧？上手你原始的肯定是有假的，它的用料啊、刚性啊各个方面都是不 OK 的，没准你拿起来手感非常的轻，对吧？手感也不是非常好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。还有它的这个阻尼性，对吧？这一基本的阻尼性，有的时候它就算是真的呢，但是它的阻尼性不好呢，这都是这个可以讲价的。它的整体的，而且的这个乌木这块呢，在 FS 刃具这块呢，它是容易比较坏的，因为它这个木头的嘛，所以呢，一般的 FS 刃具呢，它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握把呀，就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坏了，没准它又换了一个，没准换一个复制品，呢上面放着原始的老鹰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你要看这个时候呢，看这把刀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要去看它两边有没有太大的缝隙，有没有太大的这个更换的可能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这把这个 FS 刃具。好，本次的那个开箱呢，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。